深夜，宿管阿姨在微信群里突然发消息，有一个外卖小哥刚闯进宿舍楼，大家注意安全，一定要锁好门。群里一阵吐槽，说宿管阿姨大惊小怪，说外卖小哥敬业。紧接着宿管阿姨又补了一句，监控拍到外卖小哥手里拿着刀，刀在滴血。我手机切换到饿了么，页面显示骑手距我15米，我后悔死了，半夜怎么就猪瘾犯了，非要点麻辣烫。门外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，由远及近，咚咚咚，敲门声响起。你好，外卖。外卖小哥的声音平常，可我的心跳却比敲门声响得还厉害。现在是11假期，宿舍里只有我一个人，整栋宿舍楼的人都很少，宿管阿姨方便管理，所以才拉了这个微信群，大家群昵称也都设置成了寝室。我是408，我没有回答外面的话，假装人不在，同时在微信群里求助。外卖员到我门口了，正在敲门。606，天呐，姐妹千万别开门。402，快点报警。309，人都到门口了，现在报警根本来不及。宿管阿姨，大家别慌。408，别开门，我这就过去。看到阿姨的回复，我稍微安心了一点，准备继续装宿舍没人。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来，是外卖员打的，我忘了关静音，声音不算大，可门外的外卖小哥绝对能听到。我接通电话，装出没睡醒的慵懒声音，我在睡觉，外卖放门口就行。门外沉默了片刻，外卖小哥说道，路上来的时候汤洒了，你还是出来看一眼吧，吃不了的话给你退款。我没有半点犹豫的回答，没事，我自己有碗，不用退款，也不会给你差评的。门外的人还在坚持，麻辣烫凉了，可能会拉肚子，你还是出来看一下吧。对方越是坚持，我心里越慌。我从没见过连外卖凉了都主动退款的外卖员，我果断回应，我有锅，有微波炉，自己能加热，你要是再不走，我给差评了。听到差评，对方连忙回应，好的好的，我这就走，外卖放门口了，差评不要给。说完，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，由近及远。我没有立刻去拿外卖，等了大概1分钟，先是趴在门禁看了一眼，视野全黑，不应该呀。虽然走廊是声控灯，没人的时候不亮，可楼道最两端是有窗户的，不至于一丁点光线都没有。这门禁就像是被什么东西挡住了。我刚想到这，门禁的遮挡突然消失，透过门禁，阴暗的环境下出现一道人影。人影穿着外卖服，一手提着外卖，一手握着刀子。我吓得差点叫出来，因为灯没亮，看不到对方具体样貌。不过他的双眼却紧紧盯着门禁。我们宿舍防盗门的门禁很一般，从外看不到里面没错，但透过门禁能看到屋内是否有光。宿舍内的灯一直是亮着的，从外看门禁是亮的。可我趴在门禁的时候，从外面看门禁就是暗的。对方知道我在看门禁，我连忙说道，你再不走我报警了。外卖员不慌不忙，弯腰把外卖放在门口，然后身子贴在门外，低声说道，尽快取外卖，无论谁敲门都不要开。说完，外卖员踉跄着走了，对他的腿好像有问题，走起路一瘸一拐。他走了，可我的眼睛不敢离开门禁，还保持着紧绷的状态，透过门禁死死地盯着外面的黑暗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响了，我看了眼微信群，402，我刚在门禁看到送外卖的走了，外卖可以拿了。直到这时，那我快崩断的神经才放松下来，想打字回复402，可手都是抖的，暂时放弃。开门取外卖更不可能了，不是不信402，只是为了碗麻辣烫冒险犯不上。这时微信群又传来了新的消息，413，我看到宿管阿姨上来了，不用担心了。413宿舍挨着楼道，有人上来能第一个看到。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。宿管阿姨平时对我们管理很严，却特别负责可靠，有阿姨镇守，宿舍楼从没有男生进来过，就连男导员想进来都得求着阿姨。像今晚这样外卖小哥冲进来更是头一次。我连忙开门，准备和宿管阿姨说明情况。顺着楼道的方向，我看到宿管阿姨的身影不断走来。楼道黑暗，阿姨既没有跺脚或者叫喊唤起声控灯，看到我后，阿姨突然加快速度，从正常的走路变成快走，接着又变成小跑。小跑的时候手脚不太协调。就在这时，我手机又震了一下，我打开微信，这一次是413私聊的。413，宿管阿姨的状态不对劲儿，别给她开门，她手里拿着刀，刀上有血。我顿时血压飙升，连忙缩回宿舍，用力关上宿舍门并上锁。片刻后，砸门声响起，咚咚咚。宿管阿姨不是在敲门，是用拳头在砸门。我连忙回应，阿姨别敲了，我是林小青，外卖拿到了，我没受到伤害。小青听到我的话，门外的宿管阿姨微微停顿，不再砸门。我趁机看向门禁，见宿管阿姨一只手捂着额头，表情好像很痛苦，但很快就察觉到我在趴门禁，下意识地把右手放到身后。阿姨的动作很快，但我还是看清楚了，和413说的一样，宿管阿姨的右手拿着一把带血的刀。阿姨不再敲门，而是在门外说道，小青快开门，阿姨要亲眼看到你安全才放心。我连忙回答，阿姨我没事的，外卖我也拿到了，
外卖小哥刚往右边走了。阿姨轻拍了一下门，语气带着埋怨。你这孩子，开门就顺手的事，不然我怎么知道坏人是否劫持了你，躲进你的宿舍？你们在阿姨眼里都是孩子，你们的安全在阿姨这是最重要的。这一番话下来，我觉得那个熟悉的宿管阿姨回来了，俨然一副处处为我们着想的热心又严厉的模样。可我还是不能开门，哪怕熬过今晚，白天我找宿管阿姨道歉，现在也绝不能开。阿姨，坏人没进我屋里，402可以证明，他亲眼看到外卖小哥离开的，就在走廊右手边，他腿好像有问题。阿姨，您现在还能追得上？谁知阿姨根本就没有追外卖小哥的打算，继续耗在我门前。那我也要先进来问清楚情况，这是为了你们安全着想，快点给我开门，不然给你宿舍扣分。我屋子里没有坏人，我也是安全的。外卖小哥逃走的方向也给出来了，宿管阿姨为什么还执意要进我宿舍？宿管阿姨绝对有问题，我只能坚定回答。阿姨，现在已经11点了，我没义务给您开门，还扣分威胁。别说你这扣分不合理，就算扣再多分也没有命重要。谁知这时，刚刚焦急的阿姨突然安静，透过门镜看着阿姨低着头，口中喃喃低语：你怎么一点都不理解阿姨？都怪你不好，都怪你半夜非要点外卖，让坏人进了宿舍楼，你要受到惩罚。阿姨的声音由小变大，最后声音中带着狰狞，在说话的同时，突然抬起头看向门镜，她把眼睛直接顶在了门镜上。我们宿舍的门镜向外看，本身就有一种凸透镜的视觉。阿姨的这一举动吓得我直接坐在了地上。宿管阿姨又用力砸了2下门，竟开始桀桀笑了起来。犯了错还拒绝接受惩罚，你以为阿姨没办法了吗？傻孩子，我是宿管啊，整栋楼所有宿舍的钥匙我都有，等我这就下楼去取。听到阿姨的话，我神经仿佛炸开了，说不出话来。就在这时，楼上传来了敲门和叫喊声，微信群里传来新的消息，有人在我508@408。其实我刚才也点了外卖，外卖小哥在我门外了，他不走了怎么办？408，你刚才是怎么赶走他的？我不但帮不到他，自己也自身难保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的宿管阿姨离开了，一边走一边说着：那个送外卖的，别让我抓到，还有楼上的同学，半夜点外卖也要接受惩罚。微信又有了新的消息，但这次是413拉了一个小群，群里除了我，还有402413508，分别在我宿舍的左右和上方。402和413两侧都有楼梯。413，今晚的情况不正常，外卖小哥有问题，宿管阿姨也有问题，拉个群，我们互相照应，通过门禁传递情报。我刚看宿管阿姨走了，应该是上楼了。508，宿管阿姨有问题，那我该怎么办？408，总之谁敲门你都不要开。508，你坚持住，我现在就报警。413，等一下，我们现在只是怀疑，并没有受到伤害。508，也没有什么证据，报假警犯法的吧？我一阵无语，这两个家伙是小学生吗？就在这时，半天没说话的402发言了。402，我刚才已经报完警了，警察10分钟就会到，现在安全最重要。我长叹口气，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，冷静下来，我简单分析了一下情况。宿舍门锁着，有几个姐妹通过门禁交流外面情况，已经报警。虽然宿管阿姨有我们宿舍的钥匙，可她去追外卖小哥了，一时半会顾不上我们。就在这时，微信又震了一下，我看了眼手机，是402的私聊。402，你有没有发现413和508有问题？深夜，宿管阿姨在微信群里突然发消息，有一个外卖小哥刚闯进宿舍楼，监控拍到外卖小哥手里拿着刀，刀在滴血。我收到了402的私聊，你有没有发现413和508有问题？刚放下的心又开始慌了，我连忙打字回应，是因为他们刚才不同意报警吗？402，不只是这个原因，外卖员给你送外卖的时候是从我这边经过的，我看到他手里只有一份外卖，给你送过之后他手里应该没有外卖了才对。没有外卖，那外卖员为什么还要去508？508最开始的时候也没说他点了外卖，他撒谎了。而外卖员从你那里离开的时候没经过我这边，那就是从413方向走的。413应该看到外卖员两手空空才对，所以413知道508没点外卖，又是413拉508进的群，所以他们两个认识，并且都有问题。还有508既然没有点外卖，外卖员为什么要去508？外卖员413、508，他们三个很有可能认识。顺着402的思路，我回忆起刚才的情况，外卖员一手拿着外卖，一手拿着刀子，好像真的只有一份外卖。就在这时，413拉的那个群又有了新消息，508，外卖小哥被宿管阿姨吓跑了，可是宿管阿姨在我门前不走了，阿姨一个劲让我开门，我该怎么办？413，一定不要开门，既然已经报警了，就等警察。我和402这一次没有说话，我们既不相信508和413，也对现在的情况没有任何办法。可紧接着508又说话了，宿管阿姨走了，她说要去楼下找钥匙，然后来找你。408，我懵了。508说宿管阿姨在他门口到宿管阿姨离开，两条信息间隔仅有30秒，他怎么做到这么快让宿管阿姨走的？更重要的是，
宿管阿姨的下一个目标还是我。虽然我在4楼，但是以宿管阿姨的体力，下到1楼取钥匙再上来，最慢也就5分钟。就在这时，413私聊我发来信息：413，趁着宿管阿姨还没来，不如你来我宿舍吧。这么多宿舍，阿姨不会一间一间找的。我想到了刚刚402的分析，对413的邀请婉拒。紧接着402又私聊我，来我宿舍吧。宿管阿姨猜不到，我们两人也有个照应。对于402的邀请，我心动了。可就在这时，413又一次私聊我，姐妹要小心402。我听说宿管阿姨是402的姑姑，如果宿管阿姨有危险，那她也可能有问题。我刚准备和402说去她那，手突然停顿下来，大脑一片空白。我独自冷静了大概1分钟，拒绝了402的邀请。在摸不清状况的现实下，我只能自救。我先是把防盗门反锁到最高档，随之拿出宿舍钥匙，从里面插进锁孔，这样外面即便有钥匙也拧不开门了。插好钥匙以后，我又把桌子、箱子等重物堆在门前，从宿舍翻出一把水果刀。一切都准备好以后，我再次梳理起人物关系。外卖小哥508413可能是一伙的，402和宿管阿姨可能是一伙的。虽然我不了解具体发生了什么，不过按照现在的阵营，宿管阿姨打不开我的门，应该就会去508。我手中拿着水果刀，只是做着最坏的打算。大概5分钟后，脚步声响起，紧接着是用力砸门的声音。宿管阿姨开口做了最后警告：林小青，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自己开门接受惩罚。我的声音不卑不亢：阿姨，虽然不知道你怎么变成了这样，但我没有犯错，我也不会开门。门外响起一阵轻微金属碰撞的响声，是宿管拿钥匙了。宿管阿姨那里有一个特别大的钥匙串，整栋楼所有的钥匙都在这个钥匙串上。但听到这个声音，我反而不害怕了，因为这证明了宿管不光拿了我的钥匙，其中还有508的，不会在我这死磕。接着钥匙插进门锁的声音，疯狂转动无果的声音接连传来。我紧紧盯着宿舍门，沉着冷静和紧张的情绪在心中翻涌。外面传来了宿管阿姨的怒骂：死丫头，我看你是真不想活了，不开门也就算了，还把锁孔堵上了。我不光要惩罚你，还要让你这不遵守规矩的小崽子死，不对，是生不如死。话落就是一阵猛烈的脚踢宿舍门的声音。我冲着门外说道：阿姨，既然我的门打不开，你不如先去惩罚508，惩罚了他，再回来慢慢和我玩。我相信宿管阿姨刚才能从508那转移目标到我这，508肯定也说了什么。祸水东引，我并没有什么心理负担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确定外卖小哥还没有离开。如果宿管阿姨去找508，如果508和外卖小哥是一伙的，那我这个局外人看戏就好了。果然，在宿管阿姨狠踢了一阵无果后，一声怒骂离开了。根据离开脚步的声音，是从402那边楼梯走的，去找508了。很快，另一边413的方向也传来了脚步声，应该是躲起来的外卖小哥，目的地应该也是508。我觉得真相很快就要浮出水面了。就在这时，宿舍楼外传来了警车的警笛声，随之2个方向上楼的脚步声都停顿了，开始快速下楼。刚拉的小群又有消息进来：413，警察叔叔终于来了。508，刚才宿管阿姨好像上5楼了，吓死我了。402，刚才是我报的警，警察给我打电话了，过会儿会到我这了解情况。我打字，期待真相。警察叔叔终于来了。402，刚才是我报的警，警察给我打电话了，过会儿会到我这了解情况。我打字，期待真相。警察没有立刻上来，应该是在向宿管了解情况。虽然我现在不知道宿管阿姨身上发生了什么。过了大概5分钟，楼道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，脚步声停在我左侧的402门口。402打开门，我隐约能听到他们在了解情况。终于，一行人来到了我宿舍的门口。安全起见，我还是先趴在宿舍门镜看了下外面的情况。楼道声控灯亮着，能让我看得一清二楚。站在最前方的是2名制服警察，宿管阿姨站在他们左侧，脸色不再狰狞，恢复了平日里和蔼又严肃的样子。外卖小哥站在警察右侧，还是那身外卖服，微微低着头，好像犯错误的孩子，不再让人害怕。在他们身后是2个女孩，是402和508。虽然不熟，但我还是知道他们样子的。咚咚咚，其中一个警察开始敲门，似乎是知道我的顾忌。另一个警察还拿出了警官证，对着我门禁展示。同学，情况我们都了解清楚了，需要和你说明一下。另外，为了保证你的安全，务必开门让我们看看。虽然我还心有余悸，不过对2位警察的身份并不担心。楼下是警车，他们穿着制服，带着警官证。我打开宿舍门，402先过来拉住我的手。别担心，事情都弄清楚了，是误会，是我报的警，所以我在这儿。你和508受到了波及，所以也要出面给你们解释一下，并确认你们的安全。我疑惑的目光看向一旁的宿管阿姨和外卖小哥，最后又把目光移向警察，大方地说出心中疑问。外卖小哥带着刀进宿舍楼，执意要进我和508的宿舍，还有宿管阿姨也带着刀，他们刀上还都有血，麻烦告诉我原因。警察点头，知道我要问这些，耐心解释。情况我们都分别问过了，这名外卖员因为是深夜送外卖，怕危险，
所以带了刀子。至于上面的血，是路上碰到了袭击他的野狗。我点了点头，这个解释虽然离谱，但警察应该核实过了，宿舍楼并没有人伤亡。我接着问，那为什么不送完外卖就离开，非要赖在我和508门口不走？这一次是外卖小哥主动解释，他始终低着头像是犯了错误。因为路上碰到野狗，你的外卖洒了，508的外卖直接翻了。因为我们差评扣钱，我害怕你们投诉，所以……警察接着补充，我们看过他的订单记录了，是有你们2位同学的订单。我点头，这也解释得通。一旁的宿管也紧跟着解释，我也是看到半夜有人闯进宿舍楼，一时着急才情绪失控。同学们，阿姨给你们道歉。看着宿管阿姨的样子，与往日无异。我接着问重点，阿姨，你手里有刀，我能勉强理解，可刀上的血呢？宿管阿姨和蔼笑道，那把刀是我切肉用的。我当时正在楼下剁肉馅，想着你们这些同学过节没回家挺可怜的，给你们包点饺子让大家吃。警察跟着说道，我们核实过了，楼下确实有饺子馅和面皮。一时间我不知道该问什么了，都能解释得通。508这时拉住了我的手，好像我们是关系特别好的姐妹。虚惊一场，是误会就好，麻烦警察叔叔跑一趟了。警察点头，你们有防范意识是好事，尤其放假期间学校人少，更要注意安全。没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就先走了。似乎看到我心中的担忧，其中一个警察拿出便笺纸，在上面写了一个电话号递过来。如果还有问题，随时打我电话，会比报警电话更快，不用转接。我刚要伸手接，508比我更快地接过纸条。我没多说什么，既然事情解决了，那这电话号谁拿走都一样。戏剧性的乌龙就这样结束，大家都回到了各自的宿舍，折腾了大半夜，情绪也放松了。我这才感觉到肚子饿了。外卖小哥没问题，我那碗麻辣烫肯定是可以放心吃的。我拿起外卖，照常撕掉贴在包装袋上的外卖单。就在这时，我手一顿，发现外卖单的背面有字，不难猜是刚才那个外卖小哥写的。上面的字很丑很潦草，应该写得很着急。上面写的是小心413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害怕疑惑紧张等情绪一拥而上。回忆起413，是413拉的小群。413第一次主动告诉我外卖小哥离开，直到最后警察来413都没有出现过，的确有疑点在。就在这时，我的微信又响了，是刘阿姨发来的语音通话。我点了接通，小青，你听着，有人要利用我杀你，小心402。半夜，宿管阿姨突然给我打电话，小青，你听着，有人要利用我杀你，小心402。我连忙开口询问，阿姨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你到底怎么了？刘阿姨，我的状态很不好，没时间和你说了，我的精神状态不稳定，除了小心402，也要小心我，不要给我开门。话说到一半，刘阿姨的语气竟然变了，变得像另一个人，像是拿刀子站在我宿舍门前的那个刘阿姨。开门，你当然要给我开门，李小青，今晚我一定要你接受惩罚。话落，手机里传来一声碎响，接着是忙音，最后语音断了。听声音是宿管阿姨把手机摔碎了。刚才警察来的时候，大家都在装，都在演。我连忙私聊508，找他要刚刚警察留的电话号。508拍了一张纸条的照片发给我，我按照上面的号码拨打了电话，竟发现这个号码是空号，果然是508给了我一个假号码。于是我赶忙重新报警。这时同楼层的左侧传来了敲门声，出于警觉，我连忙把耳朵贴在门上，咚咚咚。你好，外卖。这声音我记得，就是刚才给我送外卖的外卖小哥，他又回来了。可刚刚这么一折腾，我不相信会有人再点外卖，就算点了也不会这么巧是同一个人接单。接着他们好像说了什么，听不太清，我还在心中疑惑他们有没有开门，一声惨叫突然传来，紧接着是片刻的挣扎和打斗声。我还来不及思考，更远处传来脚步声，还有宿管阿姨的喊声，男人进了女生宿舍的男人都要受到严重的惩罚，都得死。透过门镜，我看到402已经躺在地上奄奄一息，而宿管阿姨正在和外卖小哥搏斗。见此情形，我赶紧开门准备冲出去帮忙，可为时已晚，宿管阿姨和外卖小哥同时倒地，两人身上全都沾满了鲜血。宿管阿姨似乎受伤更加严重，她看到我后脸上勉强挤出一个微笑，小青，阿姨没有想害你，这里危险，你快走。话落，宿管阿姨永远地闭上了双眼，我眼含泪水，拿着一把水果刀指着倒地的外卖小哥。这个外卖小哥有些眼熟，好像在哪里见过。你为什么要害大家？413呢？是他派你来的对吗？快说。外卖小哥喘着粗气说，对不起，413早就已经死了，我在纸条上写下那句话只是为了让你们互相猜疑。这时楼道里传来脚步声，是508走了出来。真得惨呐，林小青，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，现在只剩下你了。我紧紧地盯着508的眼睛，又看向一旁的外卖小哥，原来一切都是508的阴谋。是他派你来的对吗？508露出吓人的冷笑，朝着外卖小哥大吼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没死的话赶紧动手，你不是说爱我吗？
赶紧从地上给我爬起来！508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你们都该死。413他抢走了我之前有钱的男朋友，你抢走了我的最后一个考研名额。402更是仗着自己的宿管阿姨姑姑霸凌我。是你杀害了阿姨？我没有想害她，你难道不知道宿管阿姨精神有问题吗？她之前有个女儿，就是因为有男生闯入女生宿舍，才让她的宝贝女儿失去了生命。虽然学校给了阿姨一份赔偿金，但她自那之后因为抑郁患上了精神病。而402这个混蛋明知道自己的姑姑精神有问题，还故意给阿姨换药，引导她来除掉你，这样宿管阿姨就会被送到精神病院，402就能顺利继承那份赔偿金。听完他说的话，我这才恍然大悟，而眼看着地上外卖小哥颤颤巍巍，508干脆拿起小刀准备亲自对我下手。就在他缓缓向我逼近时，外卖小哥用尽最后一口力气，一把抱住508从窗户上跳了下去。而此时楼外也响起了警笛声，警察终于赶来了。经过调查，外卖小哥的真实身份是一名大二学生，也就是508的学弟，只不过他是一个痴情的恋爱脑，在508的怂恿下才做出了这样的事。而他始终没有对我下手，只是因为在他最穷困潦倒的时候，我曾为他买了一份牛肉面，